直到看完窦骁和超莲的婚姻名利场，才知道吴克群当初到底有多清醒。真是万万没想到，向太的一句爆料，竟然直接撕开豪门面纱，让全网瞬间炸锅。可是富家女这边呢，是不给任何金钱支持，房子都不给买，属于这个富家女名下的。可能妈妈不看好，就不放任何钱给你。婚礼的钱是她花的，她全部家当用在婚礼上了。她现在出来根本连婚礼钱都赚不回来。他们离婚了吗？现在？澳门富家女加内地男演员，一场婚礼前花光男方家底，如今却又在闹离婚。向太的爆料虽然没有指名道姓，却让细心的吃瓜网友瞬间锁定窦骁和超莲，而向太对于相关评论的点赞，更是让这场婚姻的裂痕无所遁形。2019年4月，一段电梯拥吻的视频被曝光，就让窦骁和超莲大方官宣了二人之间的恋情。这段时间里，他们在社交平台频繁分享自己的甜蜜日常，成为娱圈公认恩爱范本。可豪门婚事从来都离不开算计二字，这在窦骁的婚姻轨迹上其实早已埋下伏笔。2023年，两人在巴厘岛举行了一场盛大婚礼。为了得到何家的认可，窦骁不惜押上自己的全部家当，掏空自己多年拍戏攒下的5000万积蓄，甚至又提前预支3000万代言费，填补缺口，并亲自设计全场细节，用一场世纪婚礼彻底引爆热搜。尤其是看着何超莲泪洒现场，直言自己嫁给了爱情，更是让无数人被他们的感情狠狠打动。但是你知道吗？我比你想象的更爱你，更需要你。所以往后余生，我们一起努力成长，为一个更好的人，互相包容，互相理解，组成一个温馨幸福的家庭。而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，本以为是锦上添花，可这场看似风光无限的世纪婚礼，终究成了窦骁的甜蜜枷锁。岳母陈婉珍因赌王曾靠联姻的发家，过往对外人筑起高墙，绝不让财富外流半分。女儿名义上的嫁妆也是全部登记在何超莲个人名下，相当于分文未出，反倒借着这场婚礼的带来的热度，给家族产业做了一波宣传，让窦骁成为名副其实的工具人。向太的爆料无疑是一针见血的，指出了这场豪门婚姻的本质不过是窦骁单方面的阶层攀爬，对方从未真正敞开过大门。反观10年前的吴克群，其实早就看清了这场豪门游戏的真相。2014年，政治事业上升期的吴克群公开了他与何超莲的恋情。当年只要3房有商业活动，他不仅随叫随到全程参与，从早间的剪彩忙到深夜的晚宴，也没有一句怨言。可父母的失败婚姻早就让吴克群确立了自己不婚的想法。当被记者问到想做赌王女婿吗，他就当场黑脸回对我不想结婚，也不想做任何人的女婿。这份独有的人间清醒，也让他坚守住了做人就要靠自己的底线。2015年，吴克群果断选择分手，结束了两人长达4年的感情，将重心放在事业上，活出了自己想要的样子。如今时隔10年时间，再看窦骁和吴克群两人的境遇，简直就是天差地别。一个急功近利，最终被困在豪门的围墙里；一个头脑清醒，用时间证明了一切。或许向太的爆料掺杂了一些私人恩怨，窦骁与何超莲的婚姻也未必真的破裂到如此程度。可这场风波撕开的豪门真相已经足够深刻，那些看似诱人的人生捷径，其实早就标好了昂贵的价格。这就是向太那段关于富家女不能下嫁的完整采访。我最近也蛮喜欢看他这些段子，他讲话一向直接现实，不留情面，但正因为太现实了，反而挺值得我们普通人听一听。他的人生高度确实不是我们能轻易想象的。他见过太多豪门的成败，也看透了那些自尊自卑、金钱婚姻之间的微妙平衡。他说的话不一定温柔，但是真实。只是我觉得我们也不用把他的经验当成真理，他那套逻辑属于顶层世界的风险防守，而我们普通人的婚姻更多讲的是成长、尊重，还有互相陪伴理解。他的想法没错，但也要记得，幸福不一定是嫁得高，而是不管嫁谁都别把自己弄丢。谈恋爱呢，随便谈。如果是婚姻的话，奉劝你们绝对不要下嫁。越有钱的家庭，女儿越是不能下嫁。最近看有一部电视剧很火嘛，叫那个许我要假一个女生伪装身份嘛，加入豪门嘛，这种现象是真的假的？根本伪装不了。如果你要查，你根本经不住查的。这个是剧情写出来的。其实现在的豪门也没有太在乎的出身啊。就很多女生不是想上嫁，上嫁是对的，或者平等啊。男人要下嫁吗？下嫁你就有点扯，人都想往高处爬的嘛。但你觉得这种会有好结果？就看这个男人有没有良心，女的会不会经历，两个都要符合到，就会幸福。上嫁是已经成功了，还是只是开始？只是开始，往下走你一定要自己有进步，你要好学，配得上富豪太太的资格。
装扮上啊、学问上啊、知识上啊都要增进。你不可能说啊，我就凭着我漂亮，你总会有老的一天嘛，对不对？那当你青春没有的时候，可是你这些东西还越来越多嘛，其实都是一直在加分嘛。第二选择是平等的，千万不能向下兼容。对，向下比向上更难，婚姻维持会更难。那你不是吗？我是评价啊，不是啊，你当时不是都起飞了吗？我也不是说家里面超级富豪，对吧？凭自己打拼嘛，有一点钱，只是看好他。他如果说真的是一个清洁工，在心动我也不会，也不愿意了。就你看到的下嫁的都很惨了。对，因为男人你要顾着他自尊心，然后要扶持他，其实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。你不能够直接说什么我有钱，我给你做公司的总裁，他根本做不了。那挂个虚名，他也不开心，对吧？所以我觉得下嫁比上嫁会更惨。你至少上嫁离婚啊，妈还有钱嘛，还可以分到共同财产嘛，对不对？你们下嫁了吗？要照顾他的心灵要扶持他，对不对？男人的自尊心很强的，自卑感也很重的，你知道，你会觉得很困难、很辛苦，真的，千万不要。这个富家女嫁给一个演员，等于算下嫁了。那她求的可能就是没关系，我可能演艺生涯也不知道会不会再上，下了也没关系，我娶了个富家女。可是富家女这边呢，是不给任何金钱支持的，房子都不给买一个，属于这个富家女名下的。为什么？故意的啊，可能妈妈不看好，就不放任何钱给你。婚礼的钱是他花的，他全部家当用在婚礼上了，他现在出来根本连婚礼钱都赚不回来。他们离婚了吗？现在在闹离婚，到插门了，你是一定不要了？我没有女儿，我孙女也不可以这样，会很辛苦。男人的自尊心跟自卑感，你是解决不了的问题。基本上你们自己问自己，你是不是觉得你是家庭是以你为主的？是，对不对？你不可能说以你老婆为主，你什么都听她话，不可能。然后钱都花她的，你的自尊心也受不了，你的自卑感也在作祟。我这么窝囊。所以两个男人都有，自尊心又强，自卑感又重，他的心理问题很难解决。所以其实那些网上那些男的说我要吃软饭的，都是在放屁了。放屁，他吃得一时，吃不了一世，对不对？谈恋爱呢，随便谈。如果是婚姻的话，奉劝你们绝对不要下嫁。越有钱的家庭，女儿越是不能下嫁。我刚刚上个礼拜在台北，我最好的闺蜜，因为她很有钱，现在那她的女儿就要嫁给一个穷鬼。那她说我反对，如果无效的话，可以啊，婚前协议写清楚，所有东西不是她的，丢给那男的签呢，我才让你结婚呢，要不然我就改我的遗属嘛。她就2个女儿嘛，老公已经去世很早，她就很坚持这样，就是千万不能下嫁。如果下嫁，拜托你为了保护女儿，1毛钱不要给她，看她这个婚姻如果能够走得长久才给钱，走不下去你也没有损失啊，损失了几年的青春嘛。对，你有足够钱去保护她，当然被下嫁男人分一半走。平嫁也好，上嫁也好，都没那么辛苦。下嫁是一个灭亡之路。看完这一切，你会发现豪门不是童话，而是一场权力、面子与安全感的博弈。他们的世界确实复杂，可人心的那点脆弱、自卑、较劲，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。有人为爱孤注一掷，最后输给了现实；也有人像吴克群一样，早早看清选择，保全自己。其实没有对错，只是每个人选择的代价不同。向太说千万不要下嫁，他是在提醒女人别在婚姻里失去筹码，而我更想说，别在婚姻里失去自我。你可以嫁得高，嫁得平淡，最重要的是别让自己变成谁的附属品，因为真正的幸福从来不是嫁来的，而是你有能力不怕输也敢爱。说呢？评论区见。